好，現在來看到是川普淪為全球的笑柄。今天我們來特別看到的是加州州長紐森自己開始開酸模仿川普的畫面。那麼華爾街也嘲諷呢，這個川普是 nacho， 什麼意思？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另外，美國現在內部面臨的就是非常嚴重的停滯性通膨，還有經濟崩盤。現在說期中選舉，川普必大敗嗎？好，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現在呢，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全世界都在嘲笑川普，並且對他開酸了。首先是美國自己內部自己人，我們來看到加州州長紐森竟然在這個時候，他做出了這樣子的一個文件，上面署名這個叫做英俊的州長版本的一個駕照，而且呢，上面就是一個紐森的圖像，並且呢，他在上面署名說是紐森州長留下來的。那麼他這個發言人，紐森的發言人還取笑他說呢，這一位呢可以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護照，取笑川普我們偉大國家的愚蠢總統，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再來呢，華爾街的交易員也特別取笑了川普因為他現在給一個川普的綽號叫做 Nachos， 就是 Not a chance Hormuz opens， 不可能去打開荷姆茲海峽這樣子的一個綽號，叫他 Nacho。那彭博的專欄作家也說呢，川普你不只是在荷姆茲方面他口之外，你在荷姆茲的政策上面根本就是反覆無常啊。再來，我們就看到是川普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呢？他在一場白宮的記者會上面回答記者的問題的時候，是太累了，還是精神不太好，還是怎麼樣有出狀況呢？疑似是混淆了烏克蘭還有伊朗這個國家並且呢，他就聲稱說烏克蘭有159艘的艦艇全部都沉入水底了。這個話一出呢，這個記者們就面面相覷，想說這是怎麼回事？他到底在講哪一個國家呢？所以呢，中國大陸的牛彈型官媒就說，現在也不知道是烏克蘭還是伊朗還是美國比較尷尬川普，你應該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健康的衛生。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歐洲國家最新也補刀了，來自於法國直接打臉川普，不是說要在華府蓋一個凱旋門嗎？法國就說，你知不知道凱旋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它代表的是拿破崙在戰後歷史與帝國的象徵地位，它代表的是一個帝國榮耀的終點，不是起點啊！你這時候蓋這件事情來做形容，是不是有點怪怪的？那還有嘲笑川普的人，還有伊朗的議長，他就說呢，川普的政府專門給垃圾建議，而且還很昂貴。好，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苑老師怎麼看？現在全球都在笑川普，到底有多蠢？我跟你講哈，這個川普現在這個講話把講伊朗的事情講成了烏克蘭的這個事情，其實講起來表面上不能夠把它當成一個笑話看，因為美國現在這個民主黨的國會當中要搞川普的，就要祭出美國的憲法第25條。如果憲法第25條是講說，如果現任的總統他本身的身心能力有問題的話，要由副總統提案把他換掉。現在正在大家在游說這個范斯那目前要挑撥范斯那范斯不曉得為什麼是最近都不太說話了，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麼這個美國有這個川普這個總統對於美國長期的所堅持的民主制度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那個川普本身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一次英國的查爾斯3世跑到美國的國會去演講，在講的時候，那個川普底下在發表評論的時候，他說一件事，就是說所有的民主黨跟共和黨都站起來鼓掌，然後民主党不會為我鼓掌就是說這個我得到的掌聲沒有這麼大。然後那個 Bill Clinton 就克林頓總統就開始做評論，講說這個真是肉麻當有趣，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為什麼呢？因為在民主的殿堂，也就是美國的國會當中，一個 monarch 就是一個君王君王就是美國革命的對象，跑到這個國會來演講，然後所獲得的掌聲比民主選出來的總統還要多。大家覺得這個總統講話就不是人，所以說有理智也不是人，那心智有問題更不是人。所以說，我覺得這裡頭的話呢，就是川普變成大家的笑柄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原來長期的時候一直是表現出來要笑別人什麼的，但是川普話講多了，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假如說我們假設他身心非常健全，他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他的歷史跟地理的知識恐怕不到小學3年級這不是開玩笑的。就你現在要川普講出來說伊朗跟烏克蘭有沒有在同一個地方，他搞不好分不出來他搞不好分不出來，因為他們沒聽過他講這種問題，也沒有聽過川普講任何稍微有一點點知識性的言論。
啊，都是這個，因為在大陸有一個人學川普講話，那個講話的話，他自己是教小孩子英文的，或者教初中英文的，就是原部就是重複那個字啊什麼的，就是講得非常誇張。所以我個人會覺得說，對於美國來講，這個川普在美國是一個獨特的案例。那既然他是民主選出來的，然後他現在所表現的又這個樣子，所以對於美國有識之士，尤其是加州的人啊，或者說像華爾街、像紐約的人，他們覺得很丟臉。這個真是非常麻煩、非常大，因為你民主選出來的總統搞成這個樣子的話，證明民主的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好，那將軍又怎麼看呢？法國這個凱旋門非常有意思哦，這現在剛好是英國國王哈，這個查爾斯3世正在美國做國事訪問哈，他跟川普有一場對話，非常有趣哈。這個川普曾經講過，如果不是我們美國，你們看歐洲都在講德語，因為他講的是希特勒占領整個德國2次世界大戰。結果查爾斯王子怎麼回復他了？如果不是我們英國，你們現在美國全部在講法語，那代表什麼？因為法國在那個時代哈，確實有法國，這個美國是法國的殖民地哈，曾經有一段時間了哈，對，很大一塊地方。那當然這個查爾斯王主要是回對回去，但是從這句話我們也知道，就法國來講，他這個凱旋門當然跟拿破崙有關了哈，是拿破崙下令蓋的。可是拿破崙對這個凱旋門蓋一半以後，他就因為滑鐵盧戰役失敗就結束了，就後續就沒有蓋，是後續再把它蓋完了。所以這個凱旋門並不能代表法國那時候這個帝國時代的輝煌歷史哈。那川普可見呢，他對這個歷史完全不了解，他現在去蓋凱旋門，不想要代表的意義何在哈？那除此之外，我覺得川普有很多的瘋狂的舉動了，在我們都覺得那已經是要過世的人的後續的國民懷念這個偉大領袖才會做的動作。但是現在川普自己還活着，他都在做，那代表什麼意思？第一個我舉例，大家都還印象深刻吧？他要在他鈔票上面、美鈔上面要有他的簽名，對不對？護照上面要有他的照片，然後軍艦要叫川普級的，這個戰機要叫 F-47哦，紀念第47任總統。現在更離譜了，今年度的高爾夫 PGA 巡迴錦標賽哈，他還在這個賽場的門口立了一個2公尺高一個川普的銅像，讓所有人來跟這個銅像合照。所以他真的是非常有自戀狂的人，每天晚上睡不着覺。老人家其實越是這種跡象，代表他這個年紀越大哈，因為年紀大，怕人家忘了他哈，所以他必須要做很多事情，讓民眾來懷念他這個總統。可是你說這個現在其實上對他最重要的是荷姆茲海峽這件事情哈。那當然我們都希望荷姆茲海峽盡早能夠解除封鎖，對全世界影響很大，因為能源如果被封鎖住之後，就造成我們今天通貨膨脹，全球都在通貨膨脹。那包括美國的老百姓最受不了，他出門就要開車。他現在油價已經1加侖已經快要到5美元了，對老百姓是絕對是受不了。可是你不將你的腦袋思考用在這個事情上面，只想要在你的這種人生上面，在一些枝微末節上面留下你的名字。那我們看到哈，這個如果說荷姆茲海峽現在封鎖，真的就算開放了，你不覺得這場仗只是打了一個寂寞嗎？原來就開放了，要不是你川普，也不会被伊朗封鎖起來。所以我覺得這個反而是真的是取這個外號哈，對他來講確實是一個諷刺啊。對，沒錯，川普現在不好好的這個檢討一下美國自己內部人民所面臨的痛苦，卻在這邊非常的自戀，做了非常多的舉動。那我們也來看一下，到底現在美國的民众到底有多痛苦呢？因為現在在經濟上可以說在美國內部是爆發很多的警訊。那我們由數字來做佐證。首先呢，消費者信心跌到49.8的歷史新低。再來就是來自於 Lending Tree 的最新報告，他說受訪的民眾37%的受訪者表示現金儲蓄已經不到500美元了，14%的民眾是完全沒有存款的，生活成本不斷的飆升。那橋水的基金創辦人這位是達里歐警告，美國進入停滯性通膨。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川普他當初要打這個關稅戰、貿易戰，他希望就是減少對國際市場的採購，多用國貨，多用美國生產的來讓美國的就業機會、就業人口還有這些勞工收入能夠增加。結果沒有啊？為什麼？因為國外的東西便宜啊，你在國內生產，在美國國內生產就是貴，而不見得管用。我們今天這個就違反了經濟學的比较利益法，經濟學比較利益法則，你便宜的賣給我們都便宜，我便宜的賣給你，你也便宜，我們兩個都互利，對不对？大家彼此買對方便宜的，是這個樣啊。那現在這個美國在去年
2025年美國的貿易赤字1兆200億美元，1.02兆你看看他經過這個努力你還是貿易赤字，你還是要買國外的，因為受不了。但問題是，美國問題出在哪裡？美国製造業已經萎縮了，美國製造業占美國總體的 GDP 的收入只占9.7%，不到10%你要想到非常低那你這樣換句话说，你的製造業怎麼會那麼差呢？也就是說，它在去年美國全部的製造業的總產值是2.91兆美元，2.91兆。美國的這個全國總生產是28兆嘛，你一算就知道是9.7%了。所以美國是出在它的製造業萎縮了。那第二個問題出在哪裡呢？第二個，美國的儲蓄率低，美國的儲蓄率現在只剩下4%。月光族最多我沒有錢，我花光了，因為我要交信用款，這是卡債，我要交貸款，房子、車子都貸款都貸款，我要交貸款。第三個我要交保險，美國保險特別貴，你没辦法，你這3個月你就沒有了，我剩下就剩一點點了，因為你這個3個都交光了，你月光族所以美國的儲蓄率只有4%。賺100塊，你花了96塊，只存4塊。我們台灣儲蓄率我們台灣儲蓄率40%，你賺100塊，你只花60塊，你有存40塊。當然我可能沒有存那麼多了，但其他人有錢在存得多是這樣出來這個地方。另外第3個問題，美國最大的問題就美國國債太重，美國國債現在39兆，換句話說，你舉債的空間越來越小。我本來說我籌碼多，对我可以多補助，現在沒辦法補助，你國債那麼高，你在補助什麼？所以沒有舉債的空間越來越壓縮了。因為補助的空間壓縮了，大家自己想辦法。对，所以美國是出在這3個問題，一累在一起，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目前的這種停滯性通貨膨脹就出來，大家少買一點，少花一點，就不能停滯性了。明白？因為大家沒錢嘛。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